还记得3月我们说过，联华是用稳固的获利基本盘去喂养高科技生态的产业链基数吗？现在时间来到2026年6月底，各位，转型已经全面进入收割期了。你看，从第一季毛利率直接跳升到23%，再到系统整合的营收占比，史上第一次超越了传统面粉。联华早就从卖商品的值变成卖解决方案跟资本平台的怪兽了。今天我们不只要解开他那份财务报表上的隐形诅咒，更要直接拆解他到底怎么在新能源还有军工无人机这2大赛道建立起极具非对称优势的关键布局。这集就是要带你重新定义这只被市场严重低估的防御型资本怪兽。没错，别再被食品股这个超老旧的标签给骗了。现在的市场多残酷啊！资金只看你的爆发力跟实质护城河，传统的分类早就完全掩盖了这家资本帝国的真实面貌。我们现在要挖的是驱动这只怪兽第一层真正的催化剂。首先进入第一部分，从面粉厂到高科技控股平台，我们来看看营收结构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质变。我们直接看2026年第一季最新的营收结构。数据会说话嘛？系统整合占比高达 49%， 面粉只剩 37%， 其他占 14%。老实说，谁现在还在关心面粉啊？这 49% 的系统整合才是法人资金真正该盯紧的大肉，它背后对接的可是民生资产、半导体供应链、AI 数位转型还有 ESG 减碳这4大趋势。这家公司早就不是卖大宗物资的了，它现在根本就是一个提供 AIoT 解决方案的高科技平台。接着进入第2部分，深入拆解这5大事业体跟他们各自的护城河。要评估这家控股公司的真实价值，我们就得把这5大事业体的投资资本回报率，也就是 ROC， 一个个拿出来检视。画面上这个矩阵图小有趣。你看右边，联华资产的富冈物流中心收租，还有联华制粉的高质炼淀粉小麦，这就是那种极度无聊但现金流极度稳定的基本盘。但你往左边看，爆发力全在这里了。联华林德的半导体气体，神通资科的 AI 平台，还有亚勤动力的氢能布局。你跟我说要用面粉厂的本益比去评估一个掌握半导体跟 AI 基建的军火商，这实在太荒谬了。大家请直接盯着这个数字 18%， 这是联华林的过去5年的净利年复合成长率。你知道他们在先进制程用的电子极特器，特别是 EUV 雷射需要的氖气上垄断力有多可怕吗？他们跟台积电这种大厂签的可是15到20年的 take-or-pay 保证收购合约，这哪叫一般的气体买卖，这根本是直接向台湾半导体产业收气体税吧，定价权死死捏在他们手里。我们再来看神通资科，不是41亿的在手订单，这里面包含了捷运西东线39.6亿统包工程的后续认列。但更关键的结构性优化在于，他们现在不只做传统标案了，他们正在全力转向 MiSpot.AI 这种自主研发平台，从做工程变成卖 AI 劳务，这就是带动集团第1季毛利率大跳跃的底层驱动力。说到爆发力，其实我最关心的是国防专案。大家都在眼红无人机概念股狂飙，对吧？但联华的切入点聪明太多了，他们不自己下去做无人机机壳，他们做的是大脑跟心脏。你看亚勤动力这个 2.5MW 的发电容积技术，直接把无人机的滞空时间从原本可怜的40分钟暴力拉长到3小时以上。新浪有了，再配上神通资科的软体大脑，就在军工跟勤监侦市场，绝对是别人极度难以跨越的超高竞争壁垒。来到第3部分，极型力体检与2026年第1季的真实战况。计划说的再好听，我们还是得看财报有没有兑现。我们直接看联成化科，之前大家总说它是集团的财务包袱，去年第1季还亏了9400万，但你看今年 Q1 直接转亏为盈，贡献了3300万的投资收益。这背后是因为台湾厂拿到了印度的 BIS 认证，成功避开低价烂涨，直接吃下印度庞大的基建红利，这止血转盈的速度真的蛮精准的。这些核心数据也完全验证了，转型不是在画大饼。Q1 毛利率从去年的 15% 强势喷到 23%， EPS 来到 0.55 元。这证明了2件事：第一，面粉事业用 AI 采购平台控管小麦成本，这招见效了；第二，富冈物流中心第2季顺利开始收租，七堵厂办第3季也要开始营运，这资产活化跟获利3率的跳升，全都在既定的轨道上。听完刚刚这5大事业体，从气体布局、软体转型，一路到资产活化的实战细节，我们确实看到了联华收割红利的真实路径。但接下来，我们必须回到最残酷的市场现实。既然基本面看起来还可以，为什么它的股价却总给人一种看得到吃不到的无力感？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剖析困扰联华超久的会计诅咒，并且直面地缘政治跟营收认列波动带来的真实风险。到底该怎么判断这只资本怪兽是被低估的价值股，还是其实已经陷入结构性停滞的迷宫？所以啦，不管你之后会不会赚到这一波，也不管这部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底层逻辑的深度解析。接着进入第4部分，杠铃策略下的结构性风险。我们要来看看单一引擎跟商转时间差的问题。你看，联华玩的是极端的杠铃策略，一端是极度稳定的现金流，另一端去对冲高风险的高科技研发，但这也伴随着隐忧，就是获利太集中了。联华林德单独一家就贡献了集团超过60% 的获利。万一地缘政治真的导致半导体先进制程外移，这个单一引擎绝对会面临超大压力。再来，新能源商转是有时间差的，氢能听起来很性感没错，但亚勤动力目前还在 POC， 也就是概念验证阶段，在真正能商业化支援 AI 伺服器供电之前，你得烧掉多少研发资金？更别说系统整合的大型标案，工程认列周期本来就会让季报数字跟着大幅震荡，这些都是必须紧盯的结构性风险。第5部分，财务悖论与会计诅咒，这就是为什么股价总是让投资人觉得很闷的真正原因。这个真的是最让人受不了的地方，明明手里捏着 AI 气体、无人机、军工这些超强催化剂，为什么量化交易模型跟短线资金就是不理它？这就是所谓的 OCI 财务诅咒。你看哦，联华转投资的联强跟神达，因为 AI 附系器浪潮股价狂飙，这确实把联华的每股净值，也就是 BPS， 一举推高到了 31.09 元。但重点来了，受限于死板的会计准则，这些未实现利益只能放在 OCI 里面，没办法合法转换成损益表上的 EPS 啊。净值再怎么高， EPS 就是被困在 0.55 元的框架里，这直接导致市场给了这家控股公司一个超委屈的折价。还有一点更瞎的，这叫权益法隐形获利。联华林德那个年复合成长率高达 18% 的半导体气体营收，因为是合资公司，只能用权益法认列投资收益。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笔庞大的营收依法根本不能并进联华的合并营收图表里。这会造成散户的看盘软体，还有那些量化选股模组，完全看不到这家公司在 AI 领域的爆发力。他们对这家公司的科技垄断力根本是全盲的状态。最后来到第6部分，重新定义价值。我们必须用分布估值法，也就是 SOTP 来重塑它的评价。既然传统的财报格式根本反映不出它的科技含金量，那我们就必须打破框架。如果你现在还在用传统食品股的角度来看它，那真的是大错特错。市场必须重新对它进行价值重估。我们必须导入 SOTP， 把它拆成3个层次来看。第一是提供稳定现金流的面粉加租赁。第2是享有高成长倍数跟定价权的半导体气体加 AI 系统整合。第3是高流动性的联侨与神达股权。简单来说，它就是拿着极度无聊的现金牛，去无风险对赌未来的半导体 AI 跟新能源红利。这本质上就是一只防御型的资本配置怪兽啊。所以最后的问题来了，联华这家公司究竟注定要继续当一档被死板会计准则困住、被市场深深误解的传统食品股，还是说这只防御型资本怪兽其实是整个台湾高科技未来布局里对冲得最完美、隐藏得最深的那位幕后建筑师？所有的数据和逻辑都摊在这里了，各位精明的投资人，接下来就交给你们自己去算计了。